历经数月谈判，美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时间周二通过了一项总额为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然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马里兰大学的演讲中为该法案造势的时候，却再提中国，用上了与中国竞争这样的老说辞。明明这是一部美国国内的基建法案，为何拜登政府又拿中国说事？来看看报道。这项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除了对现有美国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支出重新授权外，最大的亮点是增加了5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中1100亿美元将用于修建道路和桥梁，660亿美元修建铁路，400亿美元投资公共交通，以及650亿美元更新完善供水系统、电网和宽带网络等。参议院通过该项法案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表示庆祝，并再次强调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拜登说，该法案对改善美国人民生计、发展绿色能源以解决气候危机、创造工作机会等方面至关重要。And I mean this in a literal sense, to make the same kind of historic investments that have so often made it possible for America to build the future and allow us to outcompete the rest of the world. 观察人士认为，对于拜登来说，参议院此次通过2700页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因为长期以来他对基建整修一直如鲠在喉。早在2014年，当拜登还是美国副总统时，就曾抱怨在纽约拥挤的拉瓜迪亚机场好像身处第三世界的尴尬景象。就任总统以来，拜登更是三番五次试图证明美国有能力实施大型项目，并在今年3月提出了一份野心勃勃的4万亿美元的大建计划，却遭到共和党方面的不满。双方在国会持续拉锯后，白宫先是把方案缩水到2.3万亿美元，再被迫砍到如今的1万亿美元左右。在白宫与两党参议员于6月底就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拜登在全国各地视察时也有意无意向各州民众做宣传。7月下旬，拜登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短暂停留，来到市政厅与当地民众互动时，他提到当地人特别关注的话题，即附近一座破旧的高速公路大桥。Are we going to fix that damn bridge of yours going into Kentucky? No, I'm seriou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bridge in just a moment. We have some Anyway, about that bridge.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get done. 这座名为布伦特斯宾塞的桥跨越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是连接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各州高速公路网的枢纽，也是整个交通动脉最拥挤的节点之一。这座投入使用57年的双层大桥，自1998年以来就被认为是在超负荷、超年限使用，不仅耽误2州民众的时间，也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但如果要进行维修，则需要花费25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都未能得到各方妥协。而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方案中，就有400亿美金专门用于修复类似布伦特斯宾塞桥这样超负荷的交通枢纽。美媒注意到，拜登在辛辛那提的这场演讲专门提到这座桥，背后真正的用意是拉拢2位关键的参院共和党人，即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因为他们的许多选民每天都要走布伦特斯宾塞桥。果然，在这2位在参议院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下，一共有19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投票赞成推进该项立法。不过，距离拜登成功将这项法案签署成法之前，还需要通过几道难关。首先，基建法案仍有待众议院审议通过。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在立法程序中的基建法案实际上一共有2份。除了参议院周二通过的这份之外，还有一份民主党力推的3.5万亿美元投资法案，重点聚焦在社会福利和气候变化政策，后者大概率不会得到共和党的支持。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给出明确表态，在参议院同时完成上述2项基建立法前，众议院不会启动审议程序。美国这样一个立法跟财政政策这个实施过程中，它需要讲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加大财政支出的同时，我要证明我这个可以实现这个收支平衡，那我要也就是为我这笔财政这个支出，在未来若干年找到未来一个增加收入的这样一个渠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从它这个整个这个1万亿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实现收支平衡。那么就是这样就很难让这个美国国会2院，尤其这些议员们去信服。那这样一个计划，如果通过的话，可能会给美国财政带来巨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拉拢共和党人对基建法案的支持，拜登政府继续打中国牌。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马里兰大学演讲时就表示，如果美国想要保持与中国以及其他对手的全球竞争力，就需要加大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Old distin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have simply fallen away. Our domestic renewal and our strength in the world are completely entwined.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面临残酷事实，在劳动力、经济活力、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了。他列举数据说，美国目前严重依赖早期成就，现有的学校、道路都是很久以前建设和创造的。如今，美国的基础设施的总体质量在世界仅排第13位。布林肯提到，中国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领域的大力投资时称，中国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是美国的3倍。美国科研支出占 GDP 的比例曾位居世界之首，如今跌到了第9位，而中国则是从第8位跃居至第2位。When we talk about competitors, we often talk about China. They're a rising power, and they're full speed ahead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growth, innovation. Many countries are making major investments in their own domestic renewal right now. We have to do the same. 布林肯随后称，只要现在投资国内基建，就可以使美国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经济体。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d say even magical thing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we have long been a destination for talented, driven people from everywhere on Earth. Investing in our domestic renewal now mean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be that beacon to the world.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拜登政府经常把外交政策作为推动国内政策的一种手段，以加强国内的支持。与前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战略截然不同，拜登政府着力凸显全球参与的重要性。而国外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布林肯的演讲时，也不乏质疑和批评。有网友直言，美国政客几乎总是不说实话。在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美国实际上并不是要与中国竞争，而是要复制中国的成功模式。基建并不直接构成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这个展示武力啊或者强大国家力量的这样一个要素或者是一样一个工具。那么一个国家要想与另一个国家竞争中取得一个竞争优势，其实是需要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多种要素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合力。例如像教育、科研、制度，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内这种大家这个目标或者努力的一致性。就是如果大家都这个国内比较分裂，意见非常难以统一，那我觉得这个国家就是即使它的物质文化水平很高，但它可能在很多时候也很难展现出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美国参议院通过了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国务卿布林肯在推销这一法案的时候不忘提及中国，你有什么样的观察？首先，从法案本身来说，这一法案名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是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2项法案的合体，其额度呢也是大打折扣。最初，拜登提出的是超过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是未来5年内新增5500亿美元。从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来说，内容呢是非常的多样，既包括桥梁、港口、高速公路等已经老化的基础设施，还包括互联网、能源网络等等。可以看到，这一法案呢也是要照顾各方利益的要求，尤其是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一法案能够通过，也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合作和共识，尤其是共和党的领袖麦康奈尔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拜登在最近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讲，向听众承诺说要修复当地的一个公路桥梁。巧合的是呢，麦康奈尔本人也是这座桥梁的使用者。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曾许诺说要修复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但是呢进展缓慢。拜登的计划能否实现突破，这就需要两党的合作，尤其是充分照顾共和党选民的利益。为了推进施政纲领，拜登团队需要进行政治动员，最便捷的就是在国外树立一个美国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布林肯在马里兰工程学院演讲时不断提及中国的原因。中国在基础设施、科研的投入迅速提升，其支出比例也超过了美国。布林肯将中国威胁和美国衰落放在一起，其目的就是为拜登的施政计划鸣锣开道。
我们能够看到，拜登政府的战略就是对内增强美国的实力，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和调整。所谓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对外政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布林肯在演讲中说，对于现在的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已经完全消失了。美国的国内阵型与世界上的实力是相互交织的。可以说，这就是拜登主义的核心所在，就是要集中精力、集中资源发展美国的实力，跟民主不民主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对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中美之间的竞争就是治理效能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竞争。无论是布林肯还是拜登，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至于说布林肯不断提及所谓的美国衰落，只是忽悠听众的口号。维持美国的霸权是布林肯和拜登以及美国朝野共同的目标。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